穿越文里不是一竿下去就掉到井里，掉到秘籍，掉到绝世美女吗？小爷我这都做了1个时辰了，连个虾米都不给我。来了来了，好大一条，这不得有30、40斤。我操！小爷钓到人了，小老弟，你可别吓我啊！我叫马晨，不是真沉啊！你再沉下去，咱俩都得完蛋。医学博士，冷静！你是拿过3个学位的人，别丢母校的脸。瞳孔对光反射存在，微弱脉率，皮肤冰冷但有弹性，药物性假死。这是西域奇毒百日眠。我操，这玩意儿我在论文里写过。纯植物提取，服下后进入假死状态，脉搏体温降到极限，3天内醒不过来。给一个7、8岁的孩子下这种毒，这是要他假死之后再真死啊！谁这么歹毒？先看看他到底是谁。这是五爪龙纹，小老弟，你到底是谁？7，别人穿越捡法宝、捡秘籍、捡美女，我穿越捡个昏迷的皇亲国戚。小老弟，听哥一句劝，以后别随便吃陌生人给的东西，尤其是那种长得好看的女人，最会骗小孩了。算你小子命大，遇上小爷我，阎王爷都得排队候诊。咱的雄鹰啊，才8岁，怎么就染上天花去了？咱的好大孙啊！贼老天，你为何要夺走咱的好大孙？都怪本宫，都怪本宫不该让彪儿带他出宫。不出宫就不会染上天花，是奶奶害了你啊，雄鹰，是奶奶！儿臣该死，儿臣该死！为何死的不是儿臣？雄鹰，也对不起你啊！彪儿，你3天不吃不喝了，身子垮了，如何是好？你让为娘请怎么办？难道为娘没了孙儿，再没一个儿子吗？殿下，您3日未进水使了，这是妾身亲手炖了3个时辰的参汤，您多少用些吧。滚！都给姑滚！姑不想见到任何人，滚！殿下，妾身知道您伤心，姑说了让你滚，听不见吗？滚！彪儿，吕氏这些天操持雄毅后事，忙前忙后，已经尽心尽力，你莫要太过分了。好孩子，难为你了，这些天多亏有你，哭吧，尽情的哭吧。等我的允文坐上那张龙椅，你们所有人都会为今日的轻视付出代价。谢母后。人中、百会、涌泉，3大开窍穴全封了，这毒下得够狠。百日眠解药方子我写过，但需要的东西没有，还是没有。该死，还缺一味龙骨，这破地方。不管了，先用针灸续命，撑过今晚，明天我去山里采药。小老弟，你可不能死在我手里啊！我可是3个博士学位的医学天才，要是第1个病人就没了，传出去多丢人。姐姐，当年乱军中和你们失散，你现在还活着吗？要是知道弟弟现在成了个连药都凑不齐的穷郎中，会不会骂我不争气？想这些没用，先把人救活再说。有反应了，脉搏比刚才有力了。成了，不枉小爷我。咦，嘿，你小子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疼？头晕不晕？想不想吐？来，张嘴说句话给哥听听。啊，不急，不着急说话，我是你哥，以后我罩着你。百日眠，五爪龙纹，被人下毒后丢进河里。小老弟，你到底是谁？又是什么人？非要你死不可？不管你是谁，从今天起，你的命由我不由天。陛下，不好了！皇长孙殿下的陵寝出大事了！二虎，你给咱说清楚！
什么事能比咱雄鹰、咱大孙没了更不好？天塌下来了吗？陛下，臣罪该万死。守灵侍卫换岗时发现皇长孙的陵墓有撬动痕迹，那厚重的玉棺椁，它竟是空的。皇长孙殿下的仙尸不翼而飞了。雄鹰，本宫的大孙儿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雄鹰他连死了都不得安整吗？是谁如此歹毒，连我儿尸身都不放过？是姑这个做爹的没用啊！彪儿，不可如此！怎么可能？棺椁是上好玉石打造，重于千斤，怎会空了？这绝不可能！你们锦衣卫都是干什么吃的？连个陵园都看不住，咱养着你们这群废物有何用？查，给咱查！掘地3尺也要把惊扰咱大孙的贼人揪出来！咱要诛他9族，灭他满门！空棺？怎么会是空棺？明明我亲手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不错，小马英，你这学习能力杠杠的，这才多久，几百种药材都认全了，还能帮我看个小病小痛，比那些老古板庸医强了18条街。都是哥哥教的好。这小子言行举止自带一股贵气，端个药碗都跟端玉杯似的，绝对不是普通人家能养出来的，搞不好是哪家被陷害的勋贵子弟，甚至是皇家子弟。这身世怕是不简单啊。小马英啊，你想不想找回以前的家人？哥哥可以帮你。不想。哥哥，我觉得现在这样就很好，每天学医术，救治病人，很充实。以前的事我都不记得了，也不想去想。这孩子才7、8岁，经历了什么才能说出这种话？好，那就不想。以后哥哥这儿就是你的家，哥哥把一身本事都传给你，看谁还敢欺负你。就是这儿，这破地方能治好小爷我的眼疾。要是没用，小爷我拆了这破医馆。小公爷，千真万确，我兄长的毛病比您还严重，就是在这儿被治好的，现在走路都带风。你，小爷我莫不是大白天的活见了鬼？这位公子，您没事吧？您的脸色好白，是哪里不舒服吗？我的个亲娘哎！皇长孙不是1年前就已经嗝屁了吗？这，眼前咋还冒出个活蹦乱跳的猪雄鹰？小爷我这是撞上诈尸了，还是我痔疮发作产生了幻觉？不对，就算诈尸，这也太活蹦乱跳了吧？还会擦药柜？你是人还是鬼？我是人啊。小公爷，您怎么了？闭嘴，让小爷缓缓。小公爷，您这是中邪了。哥哥，这位大哥哥好像病得不轻，你快来看看呀！像，太像了，这世上真有如此相像之人，连说话的语气都跟皇长孙朱雄鹰一模一样。小郎中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大哥哥，你叫我马英就好。马英，姓马，跟马皇后一个姓，单名一个英字。这名字，这长相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？难道这马英是太子殿下流落在外的骨血，是皇长孙的双生兄弟？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像？毕竟真正的皇长孙朱雄鹰1年前就已经早就死了呀！哟，这位兄台，印堂发黑，脚步虚浮，面色潮红又带点青白，哼，来，让小爷我给你把把脉，瞅瞅你是啥疑难杂症。兄弟，你这病是难以启齿的后庭花吧？你这郎中胡说什么？在我这神医面前还想瞒？放心吧，你这毛病小菜一碟。我给你开点独家秘制药膏和外用洗剂，内服外服，保证你3天见效，7天痊愈，重新做回自信男人。我哥哥的医术最厉害了，大哥哥你一定要按时用药，很快就会好的。多谢小郎中，若真能治好，让小爷我摆脱这折磨，诊金，小爷我给你加10倍。兄弟敞亮，这话我可记下了啊，你可别言而无信。
快，备马！啊，小公爷，咱们去哪儿？立刻进宫，小爷我要面圣。陛下，李景龙世子求见。二丫头，这小子又闯什么祸了？让他进来。陛下，臣要带您去见一个人。胡闹！咱还有政务要处理，没工夫跟你小子瞎胡闹。滚蛋！陛下，臣没胡闹。臣在城南一家小医馆见到一个小少年，跟皇长孙殿下长得一模一样，连声音都一模一样。你说什么？二丫头，你平时混不吝就算了，可知戏弄咱是何等大罪？咱的雄鹰已经没了。陛下，臣以项上人谋担保，那孩子此刻就在应天街城南那家医馆。陛下随臣去看一眼便知，就一眼。好，咱就跟你去一趟。若你敢骗咱，看咱不打断你的狗腿！谢陛下，谢陛下。就这儿。陛下，您进去一看便知。雄鹰，是咱的雄鹰，这眉眼，这轮廓，活脱脱就是咱大孙的模样。咱的大孙，他没死。娃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老爷爷，我叫马英。马英，姓马。我跟哥哥的姓。谁啊？又来病人了？哟，这位大爷，您那儿不舒服，面色不太好，是不是最近睡眠不好？月牙胎记，这胎记。小弟，我的小弟，你到底在哪里？你让姐姐好找啊！姐姐找了你10几年了。妹子，咱一定会帮你找到他。这孩子不仅跟雄鹰长得一模一样，他口中的哥哥，竟然也疑似咱妹子朝思暮想、失踪了10几年的亲幼弟。咱的小舅子马什么来着？马晨。不是，这位大爷，您到底是来看病的还是来发呆的？喂，大爷，您还好吗？咱的大孙和咱失散10几年的小舅子，而且他俩还以兄弟相称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哥哥，这位老爷爷好像病得比那个大哥哥还严重。别急，一个一个来。大爷，先喝口茶缓缓。您这脸色，我瞧着比那位的痔疮还吓人。小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哎，大爷您轻点，我叫马晨。马晨也姓马，也叫马晨，难道真的是？不是，这大爷该不会是来碰瓷的吧？不是，大爷，您这到底什么情况？碰瓷儿的？没事儿，老夫就是想起了一些往事。小郎中见笑了。这老头怎么神神叨叨的？娃儿，你刚才说你是被这位小兄弟从河里救起来的？哥哥说我当时飘在河里，差点就没了。还得过天花，中了毒。哥哥还说我中了一种叫百日眠的奇毒，是假死状态。可能是我的家人怕被传染，就不要我了吧。河里假死、百日眠、天花全对上了，这就是咱那被盗了棺椁的大孙朱雄鹰。哪个杀千刀的敢这么害咱大孙，咱要诛他9族。我说大爷，您这又是哭又是抖的，你该不会真是来碰瓷我这小医馆的吧？不，老夫就是觉得小郎医术高明，太激动了。对了，敢问小郎中，家中可是医学世家？医学世家 ？No， 本神医这身本事是跟一位隐居深山的白胡子老爷爷学的，那种仙风道骨、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隐士高人，懂吧？世家不存在，如今啊，就剩本神医孤身一人。哦，对了，现在还有马英这小子陪我。孤身一人，那令分令堂。爹娘走得早，都是病死的，所以本神医才立志学医，悬壶济世。那小郎中可还有其他兄弟姐妹？嘿，我说你这老头问题有点多啊，打听这么清楚想干嘛？莫非你
莫非你是想给本神医说媒？啊，对对对，小郎君人俊心善，想必很抢手。本神医就知道，就本神医这俊朗的相貌，这惊世的才华，这年少有为的气质，附近几条街的大娘们哪个不想把自家姑娘塞给我？排队都能从应天峰排到本神医老家去。不过嘛，本神医我如今一心钻研医术，济世救人，暂时没心思找媳妇儿。老头你就别白费功夫了。小郎中，你真的一个兄弟姐妹都没有了？嘿，你这老头还真是不死心啊！行行行，告诉你没有，本神医我上无老下无小，中间没兄弟。难道真的只是巧合？或许真是咱想多了。不过嘛，严格来说，本神医爹娘临终前好像提过一嘴，本神医应该还有一个亲姐姐。唉，只是当年兵荒马乱的，很小就走散了，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。姐姐，他说他有个姐姐，月牙胎记，同名同姓的马尘，失散的姐姐，一模一样的神态，是他，就是他，绝对是咱的小舅子。那个小郎中，药咱拿好了，诊金够不？大爷，您这诊金够看10回了。不碍事，不碍事，老夫先走了，回头再来复诊。这老头，哎，有钱人的世界我真搞不懂。哥哥，那个老爷爷好奇怪哦。确实奇怪，不过这金子是真的。得，今天的收入顶半年。小马英，晚上加菜。好耶！二虎，陛下，听着，给咱暗中查这家医馆，查马尘和马英的一切，但绝不允许惊扰到他们。若有半分差池，咱扒了你的皮。臣遵旨。陛下，怎么样？臣没骗您吧？是不是特别像？二丫头，这回你立大功了。若那孩子真是咱大孙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，尽管开口，咱无有不允。你小子总算干了件正经事儿。哎呀呀，陛下过奖了，这都是臣该做的。不过，陛下，那位马郎中姓马，又救了疑似皇长孙的小郎中，莫非这马郎中跟皇后娘娘有所联系？何止是联系，咱怀疑他可能就是咱妹子失散了10几年亲弟弟，咱的亲小舅子马尘。我操！小爷我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，还买1送1了。皇后娘娘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找着的国舅爷，被小爷我给找着了。所以让你小子大胆要，说吧，想要啥？嘿嘿嘿，陛下，让臣好好想想，好好想想。妹子，妹子，咱今天见着一个人。冲吧，我现在谁也不想见。不是，你听咱说，咱见着一个娃儿，跟咱雄鹰长得一模一样，不止长相，连说话做事人态都像极了。天下相似之人何其多，冲吧，我知道你心里也苦，可那娃儿说他叫马英，是被人从河里救起来的。救他时，他身染天花，还中了一种叫百日眠的奇毒，是假死之症。天花下毒，假死，河里，这冲吧，是谁？是谁如此歹毒，要害我的雄鹰？他还是个孩子。妹子放心，咱已经让二虎去查了，一旦揪出幕后黑手，咱必诛其十族，剥皮食草，方解咱心头之恨。对了，妹子，还有一事，救了咱大孙的那位小郎中，咱在他脖子上看到了一颗月牙胎记，跟你当年丢失的幼弟那胎记的位置、形状一模一样。什么？月牙胎记？冲吧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他可能是我失散多年的弟弟，我的小弟。妹子，咱不敢说100%，但这3件事加在一起，月牙胎记、失散的姐姐同样叫马尘，天下没有这么巧的巧合。那孩子8成就是咱的小舅子。别哭了，妹子，咱会派人去调查，等查清楚了，再把孩子接回来，好好认亲。小弟，姐姐找了你10几年，你终于出现了吗？冲吧，我现在就要去见他们。
我要见雄鹰，见我的小弟。妹子，别急，别急，咱已经让二虎去仔细调查了，也派了得力人手在暗中保护，他们跑不了。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养好身子。你之前病殃殃的，药也不肯好好喝，现在有了盼头，可得把身子骨养好了，以最好的精神面貌去见咱大孙和小舅子，对不对？对，重八你说的对，快把药端来。本宫要喝药，本宫要快点好起来。好啊，真好。妹子总算有精神了。只要妹子和孩子们都好，咱这心里就踏实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朱雄鹰那小子怎么可能没死？他明明中了天花，还被灌了剧毒，是本宫亲眼看着他断气入面的，他怎么可能还活着？还有马皇后的弟弟，朱雄鹰，小杂种！都退下！怎么回事？当年那小太监把朱雄鹰偷走了，本宫好不容易把人抓住，刑逼之下才得知真相。你当初是怎么跟本宫保证的？那小子沉了河，绝无生还可能。现在呢？娘娘息怒，娘娘息怒啊！老奴确实派人处理了那动手的太监，他临死前亲口说的，将人扔进了团集的河流，又中了剧毒，绝无生还之名啊！谁能想到？没想到，一句没想到就想搪塞过去。本宫不管那医馆里的孩子是真朱雄鹰还是假朱雄鹰，只要他跟朱雄鹰长得像，他就必须死。你立刻派人去应天城南那家医馆秘密调查，一旦确认那孩子的身份，或者仅仅是相貌相似，宁可错杀1000，也绝不放过一个。至于那个什么马皇后的弟弟，暂且不动，同时动2个人目标太大，不值当，先除掉最大的威胁。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陛下，臣已查明，那马英确系1年前被马陈郎中所救，当时情况危急，身染天花且中奇毒百日眠。街坊四邻皆可为证，都以为救不活了，是马郎中施展回春妙手将其救活，因此神医之名才传开。那马陈的身世呢？据查，马陈父母早亡，确是独子，但其父早年曾有一女，乃原配所出，后因战乱失散。此女名为马秀英。马秀英果然是咱妹子，哈哈哈哈哈！天意，真是天意呀！马陈就是咱如假包换的亲小舅子。大孙的身份已然确认无疑，二虎给咱继续查，掘地3尺也要把那个害咱大孙胆大包天的幕后黑手给咱揪出来，谁敢阻拦，一律杀无赦。臣领旨。咱这就去告诉妹子这个好消息，她知道了，病肯定能好得更快。妹子，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！二虎查清楚了，那马陈他失散的亲姐姐名字就叫马秀英。妹子，他就是你的亲弟弟，咱的小舅子啊！真的是小弟，秀英，我是马秀英，是我的小弟。重八，快带我去见他，我现在就要见他。妹子，你小心点，别摔着了。重八，别拦着我现在就要出宫，我要去见小弟，去见雄鹰。妹子，你看你药都洒了，你的身子还没好利索呢，外面风大，万一再着了寒，岂不是让小弟和雄鹰担心？再说了，咱得找个合适的时机，总不能贸然冲过去吓着孩子吧？尤其是雄印，他还失着意呢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本宫实在是一刻也等不了了。这样，等你的身子再好些，咱们找个由头微服过去，先远远看看，确定一下情况，再想办法接触。你放心，二虎派的人就在附近守着，安全无虞。
娘娘，派去的人回报了，那医馆里确实有一个7、8岁的男童，容貌与逝去的皇长孙极为相似，而且经过几天观察，那马姓郎中医术确实诡异的高明，似乎真有起死回生之能。果然没死透，真是祸害1千年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能再留了。人都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了，是江湖上专门干脏活的黑手，身手利落，保证干净，绝不会牵连到娘娘。好，告诉他们，做得干净点，事成之后少不了他们的赏金。记住，要伪装成意外或是仇杀。朱雄鹰，还有那个多管闲事郎中，要怪就怪你们命不好，偏偏活下来，还出现在本宫眼前。这大明的江山，只能是我儿允文的，谁挡路，谁就得死。马英啊，看到没？跟着哥混，吃香喝辣。等哥再攒点钱，就把这医馆扩大，到时候你就是咱这儿的坐堂小神医。我都听哥哥的。有情况，不是一般人，大家小心，保护目标安全为首要。快去禀报指挥使和陛下。陛下，不好了，医馆那边有异动，发现有不明身份的江湖人士潜入，意图不轨，我们的人已经和他们交上手了。什么？谁敢？二虎，给咱调集附近所有兵马，你亲自带人过去，给咱把那些杂碎全部拿下，要活的。咱倒要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动咱的大孙，咱的小舅子。是，好，很好。咱还没去找你们，你们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不管你是谁，敢碰咱的逆鳞，咱就要你九族尽灭。咦，外面什么声音？怎么这么吵？给咱拿下！要活的，咱要亲手剐了他们。没事吧？伤着没有？别怕别怕，哥在呢。好，好啊！雄鹰能遇到这般待他的小舅，是咱朱家的福气。老爷子，这什么情况？您这阵仗也太大了吧！小郎中，借一步说话。马英，你先回房休息。马英不是你的弟弟，他是咱的亲孙子，亲大孙。什么？你扯什么犊子呢？马英是我从河里捡回来的弟弟，你大孙不是早就没了吗？从你们把他扔进河里那一刻起，他就跟你们没关系了。咱没有扔他。1年前他染上天花，被人下毒，咱和咱妹子还有他爹都以为他没了，是有人趁机撬了他的棺椁。许是得知他被人暗害了，那人不敢告诉咱，而是把他偷走扔进了河里，希望咱大孙能逃过一命。咱和妹子这1年来无时无刻不在悔恨痛苦中度过，他爹更是几乎垮了呀。哼，看你们这架势，非富即贵，想必身份极高吧？可你们连一个孩子都护不住，让他遭这么大的罪，你们是干什么用的？是咱没用，是咱对不起雄毅，对不起妹子，对不起咱彪儿。马英现在失忆了，对你们没有任何感情。你们想认他回去可以，但必须他自己愿意，我绝不会拦着。可是我马晨是没啥大本事，但自古医毒不分家，你们若敢对他来硬，强行带走他，就别怪小爷我不讲情面。我有100种方法能让人悄无声息的消失。你这小子，好，雄鹰的事咱听你的，看他意愿。不过马晨，咱问你，你可是有一个姐姐，幼时因战乱失散，你想不想找回她？那是当然想了，姐姐可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血亲了。可天下之大，
找人谈何容易？又不是谁都像马英那么好运能碰上我，咱妹子碰上咱这洪武大帝，运气也不差，好吧？咱知道你姐姐的消息，上次听你提起，咱就留了心，派人去查了，没想到还真让咱查到了。真的，我姐姐，她还活着，对不对？她过得好不好？嫁人了吗？夫君待她如何？有孩子了吗？孩子孝顺吗？她还活着，她过得很好。马晨，你还记得你姐姐叫什么名字吗？你这不废话吗？马秀英，这名字我爹娘，尤其是我爹，临死前都不知道念叨了多少遍。我就算忘了自己叫啥，也不能忘了姐姐的名字。是马秀英没错。不过马晨啊，有件事你得搞清楚，你不能把咱大孙当弟弟，这辈分不对。怎么不对？我年轻着呢，他喊我一声哥哥正合适。不合适，因为你的姐姐马秀英是咱的妹子，准确的说是咱的媳妇儿，而咱雄鹰，也就是马英，得叫你什么？这下你明白了吧？啥玩意儿？我姐姐是你这马脸老头的媳妇儿？开什么玩笑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嘿，谁跟你开玩笑？你爹是不是常跟你说，你姐姐左脚脚心有颗红痣？你娘是不是留给你姐姐一块刻着平安二字的桃木符？你们老家是不是在宿州？我这些真是我爹常念叨的。这老头他怎么会知道？你真是我姐夫？呵呵，对，小舅子，咱就是你如假包换的亲姐夫。你姐姐跟着咱，早年是吃了不少苦，但咱可以拍着胸脯说，从没让她饿过肚子。如今更是衣食无忧，身份尊贵。我操，这……对了，咱忘了告诉你，咱不是什么高门大户之家，而是皇家，是这大明最尊贵的老朱家。而你马晨是咱的小舅子，是当今皇后的亲弟弟，太子的舅舅，大明后台最硬之人。我这就成皇亲国戚了，还是很有来头的大明国舅爷。所以你是我姐夫，我姐姐是皇后，马英是皇长孙，那我就是国舅爷。反应不算慢。等等，你说我姐姐是皇后，那你难道是王爷？啥王爷？皇后的丈夫那肯定是皇帝呀。这小舅子人是哪都好，就是见识太少了。王爷马晨，咱的小舅子，你且听好了，咱就是这大明的开国皇帝。朱元璋，你的亲姐姐便是当今母仪天下的马皇后。朱元璋，洪武大帝，我姐夫是朱元璋，那个杀伐果断、诛人九族、眼都不眨的朱元璋。我前几天还拍他肩膀，叫他老头，还威胁要毒死他。我是不是已经死了九族了？怎么，现在知道怕了？刚才威胁咱的时候，那气势哪儿去了？不是，姐夫啊，呸，陛下，草民不对，臣那个有眼不识泰山，之前多有冒犯，您大人有大量。行了，不知者不罪。再说了，你是咱妹子的亲弟弟，是雄鹰的救命恩人，更是咱的亲小舅子，在咱面前不必如此拘礼。以前咋样，以后稍微注意点就行。那姐夫，我姐姐皇后娘娘，她知道我的事了吗？知道了，咱一确认你的身份就告诉她了。你姐姐高兴的差点直接从病床上跳起来，要不是咱拦着，她当时就要冲过来见你了。姐姐，她身体不好。自从以为雄鹰没了，她就一病不起，心病难医呀。不过现在好了，你和雄鹰都找到了，这对她来说就是最好的良药。小舅子，跟咱回宫吧，去见见你姐姐，她等你等得太久了。那马英、雄鹰雄鹰失忆，骤然回宫，面对陌生环境恐怕难以适应。咱想先让她继续留在你这里，由你照顾。咱和你姐姐会时常来看她，慢慢让她接受。至于她的安全，你放心，经过今晚，咱会加派10倍的人手，绝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她分毫。这样自是最好。那么小舅子，现在就跟咱回家去见你姐姐，好吗？好，我跟你回去。等等，姐夫，不对啊，
既然你和姐姐如此疼爱雄鹰，那当年给他下毒，把他扔进河里，甚至今晚派人来灭口的，到底会是谁？这皇宫大内竟然藏着如此狠毒，连皇长孙都敢谋害的人。是啊，这隐藏在深宫之中，屡次对皇长孙下死手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？这看似辉煌荣耀的京城，其深处到底还隐藏着多少咱不知道的致命阴谋？小弟，是你吗？真的是你吗？那就是我失散多年、素未谋面的亲姐姐。姐姐，是我是马晨，我回来了。好，回来了就好。爹娘他们去世很多年了，临终前，他们最惦记的就是姐姐你。是姐姐不孝，未能侍奉双亲终老。小弟，你一个人在外面，定是吃了不少苦吧？这世道艰难，会吃人的呀。姐姐别这么说，元末乱世是不易，但都熬过来了。妹子，咱治理下的大明也没那么吃人吧？如今姐夫治理天下，四海升平，百姓们日子越来越有奔头，以后肯定会更好的。好孩子，真是好孩子，以后有姐姐在，断不会再让你受苦。你跟姐姐回宫来住，姐姐要好好补偿你。姐姐，我不苦，真的，我能用医术治病救人，不知道多有成就感呢。好，我家小弟有本事，姐姐为你骄傲。姐姐，你先别动，让我给你把把脉。你忧思过度，心脉淤堵，气血两亏，这身子必须好好调理。姐姐，你一定要按时吃药，好好休息，保持心情舒畅。只要你听我的，我保证你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好。好，姐姐都听你的，都听我家小神医的。这位便是舅舅吧？外甥朱雕，拜见舅舅。这舅舅为何对我如此冷淡？莫非我哪里做的不对，惹舅舅不高兴了？唉，彪儿，有件事咱之前没告诉你，是怕空欢喜一场。现在是时候让你知道了，你舅舅他不只是你舅舅，他还是雄鹰的救命恩人。雄鹰他没死，他还活着。爹，您说什么？雄鹰他没死，这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，就是你舅舅从河里把身中剧毒假死的雄鹰捞了上来，硬是从鬼门关把他抢了回来。雄鹰现在就住在你舅舅的医馆里，只是他失忆了，不记得前尘往事了。舅舅，彪儿多谢舅舅救命之恩，此恩此德，彪儿没齿难忘。以后彪儿定将舅舅视为亲生父亲一般敬重孝顺。好啊，以后有表儿和雄鹰护着小弟，我马家必定枝繁叶茂，爹娘在天之灵也能安息了。幸好咱跟着二丫头去了那医馆，幸好没有错过。若是妹子和雄都，咱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。父皇母后，舅舅，我这就去把雄毅接回东宫。等等，接回东宫还是算了吧，太子殿下，我怕雄毅这次回去了，就真的没命再出来了。舅舅，您这是何意？雄鹰是姑的儿子，姑接他回家，自然会倾尽全力保护他，绝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他分毫。姑可以用性命担保，太子殿下，你的命很金贵，但我家雄的命同样只有一条。第一次，他身中天花奇毒，你们没能护住他，让他死了一次。若不是我恰好捡到他早就沉尸河底，烂成枯骨了。第二次就在几个时辰前，杀手明目张胆地杀到我的医馆，刀都架到脖子上了。若不是姐夫陛下及时赶到，你现在看到的就是2具冰冷的尸体。你告诉我，一次是意外，2次还是意外吗？连我这个小小的医馆都护不住他，你拿什么保证那看似金碧辉煌，实则危机四伏的东宫能护他周全？姑，
舅舅不是不相信你，太子殿下，实在是舅舅没办法相信你啊！你是太子，是大明的储君，未来的一国之君，可你连自己的嫡长子都保护不了，让他小小年纪就遭人暗算，生死一线。你告诉我，你尽的哪门子责，当的哪门子的父亲？现在人还没认回来，你又凭什么在这里公谈你那所谓的迟来的父爱？舅舅，骂得对，是彪儿无用，是彪儿对不起雄鹰。舅舅，您放心，我这就去查，就算是将整个东宫翻过来，将应开始掘地3尺，我也一定要把那个谋害我儿的畜生揪出来！我要将他碎尸万段，诛其十族！彪儿，你有这个心很好，但是查案归查案，雄鹰现在绝不能回东宫。马臣说得对，雄鹰如今失忆，对你们毫无印象。骤然回宫，面对陌生环境和潜在的案件，只会让他更加害怕，甚至可能再次刺激到他。就让他在马臣的医馆先住着，那里反而更安全，也更自在。对，彪儿，听你舅舅和爹的，我们可以经常去看他，慢慢让他熟悉我们。等他愿意接受了，再接他回来也不迟。是，儿臣明白了。爹娘，舅舅，那彪儿这就去调查幕后黑手。等等，彪儿，舅舅还有何吩咐？查案不能只盯着外面，对方能精准地对皇长孙下毒，能在他死后迅速将一切抹清灭迹，能在陛下刚刚确认我们身份后就立刻派出杀手，这每一步都走得又快又狠又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双恶毒的眼睛很可能就藏在你们身边，藏在这宫墙之内，甚至可能就在东宫。小舅子，你的意思是？姐夫、姐姐、彪儿，你们仔细想想，雄鹰若是不在了，对谁最有利？谁的嫌疑就最大？吕氏不可能，吕氏平日温婉贤良，将东宫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对也一向是关爱有加，怎会是他？是啊，小弟，姐姐身体不好，这些年多亏了吕氏帮着打理后宫琐事，从未出过大错，颇有主母风范。这指控是否太过武断了？爹娘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绝非空穴来风。若此事真与吕氏有半分牵连，我必亲手了结他，吕家也一个都别想跑。哦，大义灭亲，她毕竟是你儿子允文的亲娘，你舍得下得去手？谋害皇嗣，罪同谋逆，莫说是他，便是整个吕家亦罪无可赦。至于允文，若吕氏当真如此恶毒，那允文便不配留在宫中，即刻遣回凤阳老家，圈禁看守，终生不得踏出阳半步。有其母必有其子，吕氏能对名义上的嫡长子自己的儿子下此毒手，他教养出来的心性能正到哪里去？留着他，将来必成祸患。爹所言极是，若允文将来敢有半分怨怼，儿臣便废其宗籍，贬为庶人。他不配姓朱。哼，更何况如今雄鹰尚在，这储位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朱允文。即便将来儿臣有何不测，爹，儿臣觉得朱棣四弟他文韬武略，雄才大略，远比允更适合承继大统，护我大明江山。好家伙，这朱标居然有如此魄力和格局，难怪历史上朱元璋对他寄予厚望。可惜啊，姐夫、姐姐、彪儿，有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小舅子，但说无妨。就在昨晚遇刺之前，我睡了一觉，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。梦里有一位仙风道骨的白胡子老爷爷，他对我说，我很快就会与失散的姐姐相认。结果，今天我就真的见到了姐姐，确认了身份，这梦应验了。仙人托梦，这定是仙人指点。小舅子，那仙人还说了什么？可有提及我大明命运？还说了一些关于大明未来的片段景象，只是光怪陆离，不知是真是假。小弟，你尽管说，说错了也无妨，姐姐和你姐夫彪儿都不会怪你。我梦见，在原本的命运里，雄鹰夭折后不久，姐姐你也因为伤心过度薨逝。什么？然后呢？然后没过几年，彪儿你也英年早逝，撒手人寰。我也。至于姐夫你，接连遭受丧孙、丧妻、丧子之痛，性情大变，晚年为了给年幼的皇太孙朱允文铺路，你更是举起屠刀，将满朝文武几乎杀戮殆尽，成了后世史书中记载的那位暴君。不可能！
咱怎么会变成那样？彪儿怎么会？妹子你怎么会？重八，你冷静点，这只是梦啊！雄鹰夭折，母后薨逝，我也早逝，爹屠戮暴君，这难道就是我朱家注定的命运吗？但是什么？小舅子，你快说！但是那位白胡子老爷爷最后对我说：“变数已生，命运可改。”他说，因为我的出现，救下了本该夭折的雄一，姐姐的心病有了良药，身体便会逐渐好转。彪儿得知爱子尚在，心有寄托，郁结消散，或许就能避开那早逝的命劫。而姐夫你，只要家人安在，朝局稳定，又何必举起那屠刀，背上那万世骂名？是啊，变数已生，命运可改。对，就是这样。雄鹰没死，妹子还在，表儿也好好的，一切都将不同了。咱不会再走到那一步的，绝不会。小弟，你是我们朱家的福星，是挽救我大明国运的贵人啊！舅舅，多谢您，是您点醒了我们。这所谓的命运，我朱彪不信更不服，我定要逆天改命。没错，既然知道了这最坏的结果，咱就更不能让这狗屁命运得逞。首先，就是清理门户。二虎，陛下，给咱盯死东宫吕氏以及他身边所有接触过的人，还有吕家。给咱往死里查，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。一旦拿到确凿证据，臣明白。小舅子，咱知道你不爱约束，但如今情况特殊，雄鹰在你那里，詹和你姐姐才能放心。咱会加派最可靠的人手保护医馆，也会让太医院全力配合你所需的一切药材。姐夫放心，雄鹰交给我。小弟，你自己也要小心，那幕后之人一次不成，恐怕还会有第二次。姐姐放心。你弟弟我可不是吃素的，医术能救人，自然也能防人。他们敢来，我就让他们尝尝什么叫马臣诛心。小舅子，你这次回来真是救了咱全家，也救了大明啊。不过姐夫、姐姐彪儿，那梦里似乎还隐约提到，除了内忧，未来大明还有不小的外患，好像跟北边有关，具体是什么我没看清。北边，蒙元余孽。边，小舅子，你说清楚。仙人还梦到了什么？北原那些余孽，难道还能翻起什么大浪不成？舅舅，北原虽被驱逐，但王宝妈等部时常扰边，却是我大明心腹之患。仙人可有事情？姐夫彪儿，别急，仙人确实给了一些片段直译。他说，未来几年，北原虽无力大规模南侵，但小股骑兵骚扰不断，边镇疲于应付，耗费钱粮无数。而且某些草原部落会与境内一些不安分的勋贵暗中勾结，走私铁器、盐茶，资低役粮，养寇自重。什么？竟有此事？谁敢通敌？咱剥了他的皮！若真如此，边坏难平，国无宁日啊！姐姐莫忧，姐夫莫怒。仙人既然示警，自然也给了破解之法。快说！第一，组建专业化骑兵部队，不必多，但要精，装备最好的铠甲、弓弩、马刀，进行高强度机动训练，专司追剿草原小股骑兵，以快打快。这叫快速反应部队。第二，加固连接边境重要关隘，设立烽火传讯系统，一旦有警，瞬息百里。同时，鼓励边民垦荒屯田，实行军工授田，让边境自身就有御敌之力。这叫堡垒推进与军民合一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经济制裁与分化瓦解，严格封锁边境贸易，尤其是铁器、盐茶等战略物资。同时，派遣使者暗中联络草原上与北原王庭不和的其他部落，许以好处，让他们内斗，消耗实力。这叫以夷制夷。快速反应，堡垒推进，以夷制夷，这策略环环相扣，老辣狠绝。小舅子，这真是仙人教你的？舅舅大才，此等良策，简直是平定北疆的不二法门。彪儿真想拜您为师。小弟，我苦命的小弟呀，你能有如此见识才华，定是在外面吃了太多苦，受了太多磨难才学成的吧？姐姐对不起你，什么都没为你做过，你却为大明解决了天大的难题，姐姐这心里难受啊。好啊，咱的小舅子不仅是神医，还是治国安邦的奇才。妹子，你这是给咱送了个天大的宝贝回来呀！有马臣救助，咱还怕什么北原？怕什么内忧外患？有舅舅这般大才辅佐，我将来登基，地位必将稳如泰山，大明江山何愁不兴？废物，都是一群废物，连个孩子和一个郎中都杀不了，本宫养你们有何用？娘娘息怒，实在是陛下派人守得太严了，我们的人刚动手就被锦衣卫发现了。算了，你让本宫就这么算了。那野种只要活着一天，就是允问最大的威胁，本宫如何能甘心？娘娘，眼下风头太紧，陛下和太子殿下显然已经起了疑心，不如我们先暂避锋芒，蛰伏起来，等待时机。对付不了那个命硬的小榨主，难道还对付不了那个多管闲事的马臣吗？等风头过去，定要让他知道得罪本宫的下场。之前的首尾都处理干净了吗？娘娘放心，所有线索都已掐断，绝对查不到我们身上。母后，您怎么了？为何生气？允问，你大哥朱雄鹰，他可能没死。什么？大哥没死？
思，大哥要是回来了，祖父、祖母和爹爹是不是就只疼他，再也不喜欢允温了？何止是不喜欢你，他的存在就是挡你路的巨石。母后之前派人去，结果失败。母后真是没用，连个孩子都解决不掉。现在皇祖父肯定严加的防备，再想要动手难如登天了。母后，您怎么能对大哥做这种事？他毕竟是我的大哥呀，我再怎么样也没想过要害大哥性命。呸！小绿茶，装的挺像，心里巴不得你大哥死透了吧？又蠢又坏，还自以为聪明。你懂什么？母后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朱雄英要是回来，还有你的位置吗？那个位置你想争就更难了。儿臣都听祖父和父亲的，不敢有非分之想。再说大哥是嫡长子，本就名正言顺。嫡长子怎么了？我儿允问聪慧好学，仁孝有礼，才是最优秀、最应该继承大统的人选。不行，绝不能让他就这么风光光的回来。你去联络我父亲和与我们交好的几位御史言官，等那朱雄英被接回宫认亲之时，就让他们上奏。死而复生，何其荒谬！谁能证明那就是真的皇长孙？万一是有人找来容貌相似的野种，意图混淆天家血脉呢？只要我们把水搅浑，把他的名声搞臭，让满朝文武都怀疑他的身份，一个血脉存疑的人还有什么资格觊觎储位？到时候大臣们自然会拥护名正言顺、出身无可猜题的允问。哥哥，你回来啦！我今天背会了好多医书，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我都背到第3卷了。我们家婴儿最棒了，真是个小天才。爷爷，你又来看病了吗？这2位是雄鹰，是我的雄鹰，奶奶的乖孙啊！奶奶终于又见到你了。雄鹰，爹的雄鹰，是爹不好，是爹没用，爹对不起你，爹没有保护好你啊！爹？什么爹？哥哥，他们……雄鹰，听哥哥慢慢跟你说，你原来的名字叫朱雄鹰，这位老爷爷是你的亲爷爷，这位老奶奶是你的亲奶奶，而这位确实是你血脉相连的亲生父亲。哥哥知道，这一切对你来说很突然，很难接受。我们不着急，哥哥会一直陪着你，慢慢告诉你所有事情，好吗？我不要爷爷奶奶，也不要爹，我只要哥哥。哥哥，你不可以不要我！傻孩子，哥哥怎么会不要你？哥哥可是你的小老舅，亲的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永远都是。小老舅是什么？雄鹰，小老舅就是奶奶的亲弟弟，你哥哥是奶奶的弟弟，所以是你的舅舅。你真的是我奶奶吗？是，雄鹰啊，我是你的奶奶，是奶奶不好，让你在外面吃了这么多。奶奶，你别哭。回来了，咱的大孙真的回来了，还是这么懂事，这么乖巧，从来不让大人操心。雄鹰，我是爷爷，叫一声爷爷好不好？爷爷。嘿，咱的好大孙。雄鹰，我是爹呀。姐夫，姐姐表儿，给孩子一点时间，一下子让他接受太多，他消化不了，慢慢来，总会好的。舅舅说的是，雄鹰现在不认我没关系，是我亏欠他太多，时间会证明一切，我日后定当竭尽全力弥补他，保护他周全，绝不会再让他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。这个爹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坏蛋。小弟，辛苦你了，回到姐姐身边，还要你下厨。姐姐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姐姐，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？再说了，给我弟弟，哦不，给我大外甥做饭，我乐意。这味道，小舅子，你这厨艺神了，宫里的御厨都比不上你啊！舅舅真是深藏不露，医术通神，这厨艺竟也如此了得，好吃，好吃。那当然，我哥哥做什么都是最棒的。舅舅，这道肉丝炒得鲜嫩爽滑，火候掌握的真是绝了。儿啊，爹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肯理我？小舅子，姐夫问你个正事儿，雄鹰这失忆，你有没有什么法子能帮他尽快想起来？姐夫，人的大脑是最复杂的器官，失忆症能否恢复，谁也不敢打包票。不过，我确实有一套辅助疗法，结合药物和穴位刺激，能大大增加恢复记忆的概率。其实之前我就想帮他治疗，但这孩子，他以为自己是被家人抛弃的，心理抵触，不肯配合吃药针灸。雄鹰，爹没有抛弃你，爹怎么可能会抛弃你？是爹该死，是爹让你受苦了。现在好了，他知道你们是他的亲人，心结打开了不少。只要他愿意配合治疗，我有70%把握能让他逐渐恢复记忆。雄鹰啊，听奶奶的话，乖乖配合你老舅治疗，把以前的事情都想起来，好不好？奶奶想听你喊奶奶，想的心都疼了。
我听奶奶的，也听哥哥的。哈哈哈，好孩子，等过些时日，一切都准备妥当了，咱就在奉天殿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宣告天下，咱的皇长孙朱雄英没死，他回来了，要正式认祖归宗。姐夫，认祖归宗是好事，但我估计这事儿恐怕不会那么顺利。雄英死了1年，突然死而复生，朝中那些大臣，尤其是古板的老学究，恐怕不会轻易相信。到时候流言蜚语肯定不会少，而且这也正好是个机会。那幕后黑手若真如我们所料是宫内之人，他定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质疑雄毅身份的大好机会。到时候谁跳得最欢，谁的嫌疑自然也就最大。咱倒要看看哪个不怕死的，敢在咱大孙认亲这件事上搞风盗雨，正好让二虎把那些魑魅魍魉一并揪出来。今日咱要宣告一事，咱的皇长孙雄英1年前并非夭折，而是遭奸人暗害，身中奇毒，呈假死之态，幸得高人色救，如今已安然回返，5日便将认祖归宗，重入宗谱。陛下，皇长孙殿下薨逝已满1年，举国皆知，棺椁已入陵寝。如今突然说殿下死而复生，这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。臣斗胆请问，有何确凿证据能证明归来者确属皇长孙殿下本人？万一是有人寻了容貌相似者，意图混淆天家血脉，祸乱朝纲啊！陛下，是啊，陛下，死而复生，闻所未闻，此事关乎国本，不可不慎啊！吕大人所言极是，须有铁证方能服众，否则难以杜绝天下悠悠之口。放肆！还有你们，姑的亲生骨肉，难道姑会认错？父皇与母后会认错？尔等在此妄加揣测，质疑天家血脉，是何居心？殿下息怒，老臣这也是为了殿下，为了大明江山社稷着想啊！皇室血脉不容半点差车。为了姑，为了大明，我看你是为了你那外孙允文吧？收起你那套惺惺作态。姑的儿子，姑比谁都清楚，再敢胡言乱语，休怪姑不讲情面。主张，你竟如此不留情面！好，咱们走着瞧。太子的话就是咱的话，雄鹰的身份毋庸置疑，此事已定，无需再议。礼部着手准备皇长孙认祖归宗大典，若有谁再敢非议，咱的锦衣卫诏狱正好空得很。臣等遵旨。此外，救回皇长孙，皇后失散多年的亲弟马臣医术通神，于国有大功，即日起册封为大明国舅爷，赐爵。恭喜国舅爷！好孙儿，别怕，别听外面那些混账胡说八道，你就是爷爷的亲大孙，谁也改变不了。雄鹰，爹相信你，你永远都是爹的好儿子。爷爷，爹，舅舅，我都想起来了。雄鹰，你真的都想起来了，太好了，爹太高兴了。好孩子，想起来就好，想起来就好。雄鹰，你既然都想起来了，那你告诉爷爷，到底是谁？是谁对你下的毒手？你病重之时，可曾察觉到什么不对劲？爹，您还是离我远些吧。爷爷，孙儿想起来了，是吕氏，就是那个名义上是我母亲的吕氏，他对孙儿动了手脚。果然是他！什么当真是这个毒妇？雄鹰，你快仔细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孙儿当时病得迷迷糊糊，有一次醒来，听到吕氏跟她身边那个老宫女在说话，老宫女说什么药性够了，保证查不出来。吕氏还骂孙儿是碍事的小，说孙儿挡了他儿子的路，所以孙儿怀疑孙儿中的毒就是吕氏这个恶毒的女人害的。听，孩子都亲口指认了。姐夫，彪儿，你们锦衣卫是干什么吃的？查了这么久，连这点蛛丝马迹都查不出来吗？还是说你们想包庇那个毒妇？舅舅，不怕，舅舅在。姐夫，咱心里有数。二虎，你来的正好，给咱陛下。臣已查清谋害皇长孙殿下一案，并抓获主犯之一吕氏身边的老宫女。经审讯，他已招供。二虎，他招认了什么？回太子殿下，那老宫女供认，1年前皇长孙殿下所中百日眠奇毒，确袭吕氏旨意他暗中下入殿下饮食之中，并且殿下当初染上天花，也并非意外，是吕氏命人将患有天花的工人用过的器物，故意混入殿下日常所用之物中。毒妇，他怎么敢如此对待雄鹰？好一个吕氏，好一个蛇蝎心肠的毒妇，咱要将他千刀万剐！陛下，太子殿下，
此外，臣在追查此案时，还发现一桩旧案线索。经那老宫女供述及多方查证，已故太子妃常氏娘娘当年生下皇二子允通殿下时，之所以难产血崩而亡，亦是吕氏暗中做了手脚，拖延了救治时机，致使常氏娘娘回天乏术。常氏也是他害的啊！吕氏，我要杀了你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！哼，现在证据确凿，桩件指向吕氏。姐夫，彪儿，你们该不会还想看在允文的份上，包庇这个罪该万死的毒妇吧？按照大明律，谋害皇子、谋害太子妃，该当何罪？不用我这个刚来的国舅爷提醒你们吧？谋害皇子，罪同谋逆，当诛九族。好，彪儿，你没让咱失望。吕氏及其母族吕家参与此案者，以及与吕家关联过深、知情不报、助纣为虐者，儿臣会一查到底，绝不姑息。请父皇下旨，吕家诛九族，以正国法，以为常氏和雄鹰在天之灵。这还差不多。你小子要是刚才敢昏头，哼，雄鹰这孩子受了多少罪，我这个当舅舅的心疼。谁敢包庇伤害他的人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就算你们不动手，我也有的是办法让他意外消失。好，有小舅子你护着雄鹰，咱放心。二虎，臣在，立刻带人包围东宫。岂有此理！祖彪今日在朝堂上竟如此不给老夫留情面，为了那个不知真假的野种，竟当众呵斥于我。爹，太子他眼里现在只有那个死而复生的小杂，何曾还有我们吕家，还有我这个侧妃？都怪朱雄鹰，他怎么就不死在外面？他怎么还有脸回来？慎言啊！这里毕竟是东宫，小心隔墙有耳。怕什么？这东宫内院早就被女儿经营的铁桶一般，都是我的心腹，谁敢出去乱说？说起来，当年若不是你手段高明，神不知鬼不觉的让那常氏难产而亡，这太子妃之位，我吕家又如何能有机会觊觎？允婚又怎会有今日？别提了，女儿好不容易弄死了常氏，又费尽心机搞定了朱雄鹰那个小杂种，连常氏留下的那个朱允勋也被我养成了唯唯诺诺的纨绔。眼看我的允星就要成为皇太孙的唯一人选，偏偏那个朱雄鹰他居然没死。他这一回来，允英还有什么指望？除非他再死一次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你可千万别再动这个念头了。如今陛下和太子都把朱雄鹰当眼珠子似的看着，这时候动手不是自寻死路吗？一旦败露，那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呀！为今之计，只能暂且隐忍，从长计议。今日朝堂之上是为父冲动了，不该率先发难，得想办法弥补，消除陛下的疑心才行，否则我吕家危矣。弥补，消除疑心，不必了。岳父大人，你现在才想到要弥补，晚了。你们刚才说的话，孤与父皇在外面听得一清二楚。谋害雄鹰，害死常氏，还想再害雄鹰一次，你们吕家当真是好大的狗胆！陛下，太子殿下，父皇，吕西其党祖罪证确凿，恶贯满盈，儿臣再次恳请父皇下旨，吕氏凌迟处死，吕家诛灭九族，以儆效尤。准奏。二虎，臣在。将吕氏打入死牢，严加看管。吕本及吕家一干人等全部下狱，给咱查，狠狠的查。凡与此案有牵连者，一律按谋逆论处，诛九族。陛下，太子殿下，妾身是胡说的，刚刚都是胡说的，太子殿下救救臣妾啊！你这毒妇还有什么脸求饶？我母妃被你害死时，你可曾给她机会？孤对你只有恶心恨意，孤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。殿下，殿下，毒妇，你猜猜，你与吕家完了，你的好儿子朱允文会落得一个什么样的下场？雄鹰，爹以前瞎了眼，识人不称，让你和你娘受了天大的委屈。从今往后，爹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分毫。爹向你保证。皇爷爷、父皇、允文，求求你们，母后吕氏她罪该万死。可孙儿，儿臣是无辜的啊！孙儿什么都不知道，求皇爷爷开恩，不要让孙儿去凤阳。孙儿不想离开京城啊！无辜？你一句不知情就想撇清？吕氏做的那些孽，说你一丝一毫都未曾察觉。咱看你是享受惯了京城的富贵，忘了根了。咱当年就是从凤阳出来的，当过乞丐，做过和尚。怎么，凤阳那片土地还放不下你这尊大佛了？唉，允文，为父以往觉得你仁厚孝顺，如今看来是为父被你们母子蒙蔽太深。你此刻不为雄鹰和你枉死的生母感到悲愤，却只想着你自己的前程去处，你太让为父失望了。大哥，
大哥，你快说说话，我们是亲兄弟啊！你忍心看弟弟被发配到那穷乡僻壤吗？大哥！亲兄弟，朱允文，若有人害死你母妃，又屡次对你下毒手，你会对凶手的儿子以德报怨吗？我没迁怒于你，你是看在血脉亲情和爹的面上。大哥，我真的是无辜的，弟弟，你若非姓朱，此刻早已和吕家人一样身首异处，回凤阳，已是祖父和爹对你最大的宽宥，别再痴心妄想了。完了，全完了。雄鹰，记住，老舅就是你最大的底气，谁敢欺负你，老舅就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老舅，雄鹰记住了，雄鹰以后一定好好孝顺老舅。比对我爹还好。爹，我这般对允文不顾手足之情，您不会怪我吧？怎么会？雄鹰，你做得对。允文口口声声说自己无辜，可他当真对吕氏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吗？为父不信，此事到此为止，休要再提。小弟，你这手医术真是神仙手段，姐姐觉得这身子骨比年轻时候还要舒坦几分。那是，姐姐你就放心吧，有弟弟在，保证你长命百岁。看着雄鹰娶妻生子，看着大明朝越来越强盛。小舅子啊，咱真是不知该如何谢你才好。雄鹰活着回来了，妹子和彪儿的身体也被你调理得越来越好，咱这心里踏实，前所未有的踏实。这一切都是你带来的，是你救了咱老朱家，也救了大明啊。还有雄鹰，被你教养得如此出色，聪慧仁孝，见识不凡。咱决定了，等过段日子局势彻底稳定，咱就正式下旨册立雄鹰为皇太孙。妹子，小舅子，你们觉得如何？重八，你这话可算说到我心坎里去了。雄鹰是嫡长孙，名正言顺，理当如此。姐夫，姐姐，你们放心，雄鹰交给我，我一定把他培养成一代明君，绝不会让大明走上那劳奢子、靖滥之役的老路。等等，小舅子，你刚说什么？靖滥之役？那是什么？小弟，这话是何意？听着不像好话。哦，这个啊，就是我梦里那白胡子老爷爷顺嘴提的一句。他说啊，如果按照原来的命运走，允文那小子登基4年后，因为他胡乱削藩，逼反了他四叔燕王朱棣，搞出了一场叫做靖难之役的大内战。然后嘛，大明国祚在他手上，差不多就算二世而亡了。什么二世而亡？允文那个蠢货，老四他敢造反，还成功了！靖难内战，二世而亡，这老四，这个逆子，咱这就下旨把他所拿进京圈禁起来，不，直接以绝后患。重八，不可，你疯了！现在一切都还没发生，老四在北平好好的，为国戍边，并无过错，你怎能因一个尚未发生的可能，就如此对待自己的亲儿子？你这是要冤死他呀！姐夫，冷静，姐姐说的对。现在的燕王殿下可是国之栋梁，镇守北疆，劳苦功高。你无缘无故把他抓起来，让那些藩王怎么想？让边关战士怎么想？寒了人心，可是大忌。那难道就放任不管，等他将来翅膀硬了再来一次靖难？姐夫，你动动脑子，燕王为什么会在未来造反？第一，他敬重的大哥彪儿不在；第二，上位的是个被文官忽悠缺了的蠢货侄子，还要削藩要他命。他现在对大哥忠心耿耿，将来雄鹰继位，名正言顺，他又不是疯了，造什么反？那万一他狼子野心呢？简单啊，用人要疑，疑人更要用。燕王会打仗，这是他的长处，咱们就好好用他这个长处，让他去征漠北，扫清北元余孽，让他去嚼倭寇，扬我大明国威，甚至让他带船队下西洋，宣扬天朝恩德，把他的精力都耗在对外开拓上，他哪还有心思和力气想别的？至于堤防嘛，暗中加强朝廷对北平的掌控，派得力文臣辅佐，同时严格限制藩王护卫数量，不给他拥兵自重的机会就是了。这叫恩威并施，驱虎吞狼。小舅子，你这脑袋瓜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咱是被那二世而亡给气糊涂了。你说的对，是老四的刀就得用对地方。小弟，你真是姐姐的骄傲。对了，姐夫，还有个国策，我觉得你真得改改。啥政策？小舅子，你说改，那肯定得改。取消片板不得下海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小舅子，这海禁可是咱亲自定的，是为了防止沿海奸民勾结倭寇滋扰地方，是为了朝廷安稳。安稳？姐夫，你只看到了一时的安稳，却看不到这破政策带来的天大坏处。这叫因噎废食。一，沿海百姓失了生计，要么饿死，要么被迫围盗围寇，反而加剧倭乱。二，朝廷断了巨额的海贸税收，白白损失无数白银流入。三，闭目塞听，不知海外世界之大，技术、作物都无法交流，步步自封，迟早落后挨打。你这海禁，不是在保大明，是在慢性自杀，是在扼杀大明的未来。重八，小弟说的在理，这海禁
或许真是我们考虑不周。难道咱真的错了？姐夫，你建立大明，结束乱世，让百姓休养生息，已经是千古明君了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现在纠正过来，开放海禁，鼓励贸易，让大明更加富庶强盛，你依然是更加伟大的洪武大帝。好，听小舅子的，这海禁咱改。大明未来有你扶持彪儿和雄鹰，咱和你姐姐100年之后也就彻底放心了。姐夫姐姐，你们可别把我算进去啊！等我把雄鹰这小子培养的差不多了，能独当一面了，我这国舅爷的任务也就完成了。到时候啊，我就背着我的药箱，云游天下，悬壶济世去。这京城虽好，但规矩太多，闷得慌，哪有行走江湖、自由自在来的痛快？什么？你要走？这怎么行？大明离不开你，彪儿和雄鹰更需要你呀！小舅子，你可不能撂挑子。哎呀，姐夫，大明离了谁都能。彪儿是合格的储君，雄鹰经过我的调教，将来也必是一代明君。有他们父子在，大明乱不了。我嘛，就是个大夫，最大的梦想就是治病救人，顺便看看这大明的壮丽河山。老是待在京城这1亩3分地，多没意思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小舅子，咱老朱家不能没有你。你看，你姐姐的身子还需要你长期调理吧？彪儿和咱日理万机，也得有个信得过的神医在身边照看着吧？雄鹰那孩子最听你的话，你不在，他要是想你了怎么办？再说了，云游天下，悬壶济世，不一定非要离开京城啊！你可以把医术传授给太医院，培养更多良医。你想救人，京城乃至直隶的病人不多的是。你想看山河，等休沐之时，咱让你带着侍卫，想去哪儿看就去哪儿看。小弟，你姐夫说的对，京城需要你，姐姐也舍不得你，你就留下来好吗？姐夫姐姐，你们这是要把我绑死在京城啊？行吧行吧，看在姐姐和雄毅的面子上，我暂时就先不走了。好，小舅子，咱就知道你心软。你放心，在京城你绝对是横着走，谁敢给你气受，咱第一个不答应。横着走那不成螃蟹了？不过有个最强皇帝姐夫当后台，好像也挺爽。舅公，您看，按照您说的杠杆和齿轮原理，我真的做出来了，它能省好多力气。不错不错，允腾啊，你在格物致知这方面是个天才，以后大明的科技发展就靠你了。光会这些小技巧有什么用？雄鹰，你来说说，若由你主政，眼下国朝首要之事为何？回祖父，孙儿以为内服百姓，充盈国库为要，外设不臣，精研利器固疆。允腾弟弟所长，正是固疆强国之基石。姐夫，既然允腾有这天赋，雄鹰也有此见识，咱们不如成立一个专门的大明科学院，集中人力物力，研究格物、化学、天文、地理，尤其是新式火器。将来等我上岁数了，再让允吞这孩子牵头，必有大成。科学院、新式火器，好是好，可小舅子，咱没钱啊，国库空的都能跑马了。前几日修缮奉先殿，工部还跟咱哭穷，咱的内堂也……小舅子，你这不是要咱的老命吗？姐夫，哭穷谁不会？没钱简单啊，你成立大明皇家银行，发行国债，吸纳民间那些藏着掖着的闲散资金，低息借贷给有门路的商人，鼓励工商业发展，让钱流动起来，钱生钱，这叫金融杠杆。空手套白狼，是盘活经济。银行、国债、杠杆，这听着咋那么像前朝发纸钞坑人的把戏？万一玩脱了，百姓不得生吞了咱？不行，风险太大。姐夫放心，由我把控方向，制定严格的金融监管条例，谁敢乱来，抄家灭族，稳赚不赔。到时候国库充盈，科学院要多少钱有多少钱。姐夫，您就等着数钱数到手抽筋吧。行，咱就再信你一回，干了。不过小舅子，这事儿要是不成，咱就赖上你了。你得给咱打工打到还清亏空为止。成交，姐夫您就瞧好吧。神了，真神了！小舅子，你真是咱的财神爷呀！咱以后再也不说你吹牛了。儿臣参见爹。爹，儿臣在北平就听闻了舅舅的神通广大，成立了科学院，弄出了了不得的新式火器，不知爹能否拨给儿臣一些，让儿臣的边军也装备上，好好教训一下那些不安分的蒙元鞑子。小舅子，你看，燕王殿下想要火器，自然可以。多谢舅舅。不过殿下用这利器，只是对付区蒙元残族，未免有些大材小用了。啊？大材小用？蒙元已是秋后蚂蚱，戒醒之极。这新式火器，真正的用武之地是在海上，应该配备给强大的大明海师，劈波斩浪，扬威海外。海师？海外？没错。殿下可知海外有多少未经开发的沃土，
多少埋藏着的金山银山，多少奇珍异宝、香料药材，只要舰队够强，火气够力，这些东西就跟白捡的一样。舅舅，您说的都是真的？海外真有金山银山？那当然，不然我力劝陛下开海禁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搞钱啊，不是，是为了开拓我大明的万里海疆，取回本就属于我们的财富。若真如小舅子所言，那咱大明岂不是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？爹，舅舅，这差事交给儿臣吧。儿臣愿率领大明海师，为爹为大明取回这无尽的财富。燕王殿下有魄力，我看好你，未来一统为大明开疆拓土、扬威全球岛的海上大将军，非你莫属啊！老四啊，海外天地广阔，兵强马壮，火气犀利，你不会因此生出什么不该有的心思吧？爹明鉴，儿臣对爹、对大哥、对大明忠心耿耿，天地可鉴，儿臣绝无二心。若有一心，叫儿臣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燕王殿下，记住你今天的话，陛下和太子殿下信你，我用你是看重你的能力，但这份信任需要你用永远的忠诚来维护。儿臣明白，舅舅教诲，儿臣铭记于心。儿臣此生为爹大哥，雄鹰侄儿马首是瞻，绝不敢有半分逾越。神了，太神了！小舅子，你就是咱大明的镇国神器，有你在，咱大明军威足以横扫八荒，睥睨天下。嘿嘿，姐夫，主要还是您这皇帝当得好，领导有方，给了我发挥的空间，我这也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。好啊，雄鹰越发有储君气度，允腾也成了栋梁之才。彪儿，咱们朱家未来100年无忧矣，全赖舅舅悉心教导。姐夫，彪儿，眼下大明蒸蒸日上，但有一个巨大的隐患，若不解决，恐将成为拖垮大明的第一祸根。哦，还有隐患？小舅子你说，咱听着。就是现行的宗术供养制度。小舅子，你这话咱就不爱听了。咱老朱家的子孙生下来就有禄米享用，这是咱给他们的保障，难道不对？姐夫，您疼爱子孙的心我明白，但您算过没有？如今宗室才几人，100年之后呢？1000年之后呢？届时大明的财政将被数以万计、10万计甚至100万计之吃饭不干活的宗室彻底拖垮，他们将成为趴在国家身上吸血的最大蛀虫。皇爷爷，孙儿以为老舅所言绝非危言耸听，此志不废，后世必受其累。孙儿恳请皇爷爷为大明万世纪废除旧制，另立新规。雄鹰，你有此见识，皇爷爷很欣慰。但你可想过，一旦废除，你的那些王叔、郡王兄弟们岂能甘心？到时必生祸乱。或可保留部分基础待遇，但鼓励宗室子弟科举，从军自食其力。雄鹰思路对，但不彻底。我的建议是推恩令与考成法结合，爵位逐代递降，5代后与庶民同，同时设立宗学，宗室子弟必须通过考核才能领取全额俸禄，优异者可受实职，无能者只能领最低保障。想要富贵，自己凭本事去挣，这样既能保全天家铁面，避免动荡，又能激励宗室上进，更能为朝廷选拔人才，还能极大减轻财政负担，一举多得。妙啊！小舅子，你这脑袋真是七窍玲珑，就这么办。如此一来，咱老朱家的子孙非但不是蛀虫，反而能成为大明的栋梁。好，太好了！反了，反了！爹这是要逼死我们吗？没了禄米，让我们一大家子喝西北风去！二哥说的是，还有那什么考核，我等天皇王罪岂能与寒门子弟同场较技，成何体统？就是，咱们必须联合起来，让爹收回成命。老四，你说话呀！你兵强马重，你带头。诸位王兄，稍安勿躁。小弟觉得，爹和舅舅此举深谋远虑，实乃为我着想，为大明江山着想。老四，你疯了！我老朱家子孙岂能成为只知吃喝玩乐的废物米虫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当建功立业，靠自己本事搏个封妻荫子。好，好，好！你朱老四清高，你了不起！我们自己去见爹。爹呀，您不能这么对儿臣啊！这新政一出，儿臣等只怕要饿死街头了，定是马臣蛊惑圣心，请爹明鉴啊！放屁！咱看你们是舒服日子过久了，骨头都软了。看看你们一个个，除了吃喝玩乐，还会干什么？再看看老四，再看看雄鹰、允头，你们不觉得丢人吗？诸位王爷，何必只看眼前这点蝇头小利？想想看，凭自己的本事封侯拜将，青史留名；凭自己的智慧经商致富，富甲一方，那才是真豪杰，真快活。朝廷会给你们机会，给你们平台，未来海贸、军工、勘探，多少领域等着你们去开拓，格局要打开啊！舅舅，真有机会？当然，我向来说话算话。小舅子，今天要不是你，咱非得被这几个混账气死不可。咱老朱家
真是祖坟冒青烟，才让咱娶了你姐姐，得了你这么个神仙小舅子。传旨，晋封国舅马臣为大明镇国公，世袭罔替，与国同修，建军不败，建府上殿。镇国公与国同修，此等殊荣，旷古未有啊！妹子，小舅子，咱有点累了，这皇帝的担子咱扛了大半辈子，是时候交给年轻人了。咱们是该歇歇了，去看看这大明的大好河山，过几天只属于我们自己的清闲日子。这个主意好，姐夫姐姐带上我给你们当专属御医兼导游，保证旅途愉快，吃香喝辣。想得美！你走了，彪儿怎么办？雄鹰怎么办？新皇登基，百世待兴，正是需要这定海神坐镇的时候，你得给咱留下，帮衬着你外甥和孙外甥。舅舅，您可不能走，爹撂挑子享清福去了，您要是也走了，我这心里没底呀。舅公，雄毅还小，许多事都需要您教导提点，您不在，雄毅心慌。哎呀，我说你们爷俩能不能有点出息？彪儿，你已经是合格的君主了，雄鹰，你也长大了，能独当一面了。离了我，大明照样转。不行，离不开。舅舅，您不仅是我的舅舅，更是我的老师，是我的主心骨啊。舅公，您答应过要看着雄鹰娶妻生子的。行了行了，怕了你们了，我留下总行了吧？真是上辈子欠你们老朱家的。这就对了嘛，咱老朱家可不能没有你这个小舅叔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立皇长子朱雄鹰为皇太子，正位东宫。晋封燕王朱棣为征涝大将军，总领大明海军，赐王号镇海王，开拓万里海疆。舅公，有您在，真好。雄鹰，放心，无论任何时候，无论你将来是太子还是皇帝，你的身后永远站着你舅公我。谁敢欺负你，舅公就让他知道什么叫大明最强后台。